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今天是我们壁纸小学堂的最后一集。若你对这个系列有兴趣，欢迎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之后我们会整理一个壁纸的 Q&A 给大家。在本集的内容呢，我们会来聊一下壁纸的趋势，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吧。在正式开始前，邀请我们的本集节目大来宾，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壁纸新鲜事，谢老板来解释。大家好，我是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今天我们要来聊有关于壁纸的未来趋势。那我想请谢老板先来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你觉得壁纸它富有怎样的含义呢？其实壁纸就是一个墙面的装置艺术，所以以壁纸的过去而言，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文化以及艺术。那至于壁纸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个人认为是潮流、时尚以及风格。那日谢老板跟我分享了一下，利用壁纸就可以让家里面有故事性。我想请谢老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要如何进行呢？其实，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房间，它所表现出来，除了是影像，第二个就是一种心情故事。譬如说，大图壁纸，它里面可能是一个故事，它可能是一个收藏，它可能是他希望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风格。每一个空间透过不同壁纸的颜色、不同的图腾，透过壁纸的选材，或者是客制化的大图壁纸，你可以在这墙面表现出，譬如说我们现在想去环游世界譬如说我们这是一个海坊，很活泼，譬如说我们看到海洋，譬如我们看到山，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大自然田野去叙说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让成长跟生活的点点滴滴留在我们生活的墙面之中。那接下来我想进一步询问，壁纸用在商业空间以及居住空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我想住宅跟商业空间最大的一个差别，以商业空间而言，你当然是希望是凸显强烈，然后看一眼就难以忘怀。那至于在住家，我想我们可能回家希望有放松，然后也可以表现出主人的一个个别风格。至于在建材上呢，我们在商业空间可能会希望它是耐刮耐磨经得起大家这样子不断的进出。那至于在住家，我们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易于保养。我想在两者之间可能有相同的地方，那也可以透过不同的图腾、色彩，甚至于去建材去表现出我们希望表现出的一个特色跟风格。加上壁纸又易于更换，所以我们非常强烈的建议，我们可以透过大图壁纸的一个方式，让不同时间、不同季节，那让我们的民宿、所谓商业空间的餐厅，常常变换不同的风格，那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然后来感受一下空间的氛围。那想要问一下谢老板，有关于壁纸在商业空间能否提升品牌价值这个部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现在的壁纸很多都是所谓的一些知名品牌它所谓联手打造，那加上我们的大图壁纸是可以客制化，所以我们刚刚也提过，让人一眼难忘。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整个空间一进去就非常吸睛。我们可以透过联名或者是客制化的方式，为品牌打造独一无二的一个文字或图腾，例如商标、口号、照片，也可以借由这样个性化跟独特性，我们打造属于品牌的风格跟品味。最后，我们就要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壁纸有什么样子的未来趋势呢？我想壁纸未来的一个趋势，可以透过几个方向，我们来做分析。第一个是品牌的结合，跨界的一个合作。其实很多知名品牌，比如说服饰、潮牌、软件布置，他们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图腾、品牌印象，甚至于色彩，在这方面做一个结合。第二个，我们会比较强调所谓的功能性的一些壁纸、壁布，因为它可以让你的生活更为便利，然后使用上更为方便。第三个就是谢老板一直强调，让生活中充满了一个故事，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客制化你的墙面，那大图壁纸就是你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至于未来，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所谓大幅宽的无缝壁布，因为它可以避免接缝的一些问题。透过大幅宽的无缝壁布，让你整个墙面在张贴的时候它更为完整，那你会觉得更为舒服。
壁纸小学堂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我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这7集来做一个总结。我想壁纸就是墙面的艺术，那墙面艺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展现居住者的风格及喜好，走进谢林的壁纸世界，让时光留在墙面，让故事留在生活里。今天非常谢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壁纸装修的问题都可以问我哦，也欢迎大家课后到谢林家事找谢老板讨论，或者上谢林的官网、脸书、IG 提问。最后提醒各位，我们还有壁纸精彩的 Q&A， 敬请期待哦。好的，本集的内容就是这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